地表最強主戰坦克應該是什麼樣子？有人說，既然最強，那就應該是豹二那種跑得快、打得狠、服役時間長的悍將。但也有人說，豹二算什麼 ？T90 才是真神，先進的 T80U 的火控系統足以将一切障礙物炸成粉末。但如果你去翻閱各種版本的世界最強主戰坦克排名，可在我這兒 M1 艾布拉姆斯才是不敗的王者。無論是美索不達米亞荒漠，還是在富爾达谷地的荒漠，他都是北約陣營的終極盾牌。如今，即便過去半個多世紀，他仍在東歐泥濘的戰壕與漫天的無人機和侵略者戰鬥。可就在最近，美軍覺得 M1 火力不行了，於是委托諾格公司為其生產 M1147 先进多用途炮彈，以提升 M1 系列坦克面对複雜戰場的作戰能力。那麼是什麼原因讓美軍覺得 M1 不行了？為其生產的 M1147 炮彈又能為其帶來怎樣的改變？很多人只看到今天 M1 系列坦克在戰場上大殺四方，卻根本不知道這款坦克的誕生其實跟豹二的誕生息息相關。時間回到1963年，當時的駐德蘇軍和東歐國家的裝甲部隊正在成批量的換裝 T62坦克。更讓北約感到驚恐的是，蘇聯人還很不老實，他們在偷偷搞的代號為432工程的革命性戰車 T64主戰坦克已經開始在絕密狀態下小批量試產。當時北約的裝備呢，無論是美軍的 M60 8噸坦克，還是西德聯邦國防軍的豹一坦克，面對 T64 都像是只小雞仔，隨時等着被人家提起來肘擊。面對這種窘境，美國陸軍和西德聯邦國防軍坐不住了，他們一拍即合，決定傾盡兩國當時最頂尖的工業黑科技，聯合研發一款能夠跨時代統治地面的通用主力戰車，爭取在被 T64 肘擊前將它先肘翻。這就是偉大的 MBT-70 項目，德國人則稱之為 Kampfpanzer 70。為什麼說它偉大？因為這個項目的過程一地雞毛，結果卻造就了兩款日後統治地表的超級主戰車，真正意義上的燃燒自己，成就他人。回到 MBT-70 項目，一筆筆天文数字般的預算支撐下，項目的腦洞已經大到外星人都無法理解。為了將車體高度壓縮到極致，以降低受彈面積，設計團隊直接取消了傳統的車體駕駛員席位，把傳統的裝填手換成了技術極不成熟的機械式自動装彈機。隨後，他们還決定把剩下的車長、炮長和駕駛員這3名成員全部塞進了一個超前大炮塔裡。最離奇的就在於駕駛員的位置，因為駕駛員必須始終面向車輛前進的方向，而炮塔在戰鬥中是360度旋轉的。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工程師竟然在炮塔內部設計了一個反向旋轉獨立駕駛艙，無論炮塔怎麼轉，駕駛員座椅都會自動反向旋轉，保證駕駛員始終面朝車頭。結果在實際測試中，這種反人類的設計直接讓駕駛員破防。由於視覺參照物的混亂，駕駛員在艙內吐得稀里嘩啦，根本無法正常駕駛車輛。在火力系統和懸掛系統的選擇上， MBT-70 項目同樣陷入了泥潭。美國人只要拋棄傳統的動能長桿穿甲彈，強行裝了一門 XM150 型152毫米重型火炮發射器。這門怪異的大口徑短鑰匙火炮不僅要發射常規的高爆彈，還要承擔反坦克導彈的任務。然而，由於導彈內部的電子元件的不穩定，高密度的試射導致導彈導引頭故障率居高不下。與此同時，德國工程師也有了怪點子，他們專門為坦克研發了一套全液器懸掛系統，允許坦克像今天的低底盤改裝跑車一樣，在行駛中隨時整體升高，降低車身。但這套懸掛系統在野戰泥濘環境下漏油漏氣成了家常便飯，地勤維修人員甚至需要攜帶專門的實驗室級別工具才能進行就地檢修。最終結果是，這個縫合怪還沒完全投入實戰，就徹底死在了計劃層面。美國與德國的合作也因此一拍兩散。不過，這倒並不是說 MBT-70 項目就只是在玩過家家。德國人拿着技術底子和液器懸掛經驗，轉頭就搞出了豹二。美國人也不甘示弱，吸取教訓，自己啟動了 XM1 新一代主戰坦克研發項目，也就有了大名鼎鼎的 M1。這可真是散矢滿天星，聚勢一坨翔。MBT-70 項目的滑鐵盧讓美國陸軍痛定思痛，並於1972年1月迅速成立了主戰坦克特遣隊，由威廉·德索布里少將全權掌舵，正式啟動了 XM1 新一代主戰坦克研發項目。這位德索布里少將是二戰時期功勳卓著的英雄，被描述為具備出色的領導能力。XM1 項目證明這話還是太保守了，
不是出色的領導能力，而是無敵的領導能力。1972年春，德索布里少將率團秘密前往英國進行技術交流，在那裡，英國人大方地展示了一款處於絕密狀態的技術發明——柏林頓複合裝甲，也就是後來如雷貫耳的喬巴姆複合裝甲。要知道，在此之前，全世界所有坦克的防线基本上全靠死磕鋼板的厚度和傾斜角度。面對蘇聯的巨能裝藥破甲彈，幾英寸厚的傳統鑄造軍事鋼裝甲，在數千度的高溫金屬射流面前，比黃油還脆。德索布里少将站在實驗室裡，看完技術簡報和實際打靶测試數據後，整個人被深深地震撼到了。My God， 這就是美軍苦苦尋找的翻盤資本。同年9月，他拼死說服陸軍總部和設計局，果斷推翻了 XM1原本偏向輕量化的外形設計草案，轉而全面擁抱這種能夠將破甲彈防禦力提升數倍的複合裝甲模塊。然而，小塞下這層厚達2英尺的鋼鐵矛盾，坦克就必須付出重量激增的沉重代價。原定將戰車權重控制在45噸的硬性指標被無情拋棄。時任陸軍參謀長的克雷頓·艾布拉姆斯將軍力排众議，直接簽署命令，將新型坦克的重量上限一口氣放寬到了53噸。為了確保項目公開透明且不超支，五角大樓引入了殘酷的競爭機制，讓克萊斯勒防務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賽馬，贏的人得到一切，輸的人一無所有。通用汽車公司為了穩妥和確保指標不超限，採用了 ACVR 1360型1500馬力的柴油發動機。這款發動機雖然省油且可靠，但啟動加速略顯沉重。而克萊斯勒防務公司的團隊則玩出了花，他們直接掏出原本屬於航空領域萊康明 AGT1500 燃氣渦輪發動機，經過粗暴改裝後強行塞進了坦克的動力艙裡。最終，克萊斯勒公司的新花樣得到了軍方喜愛。自此，一個屬於 M1 艾布拉姆斯的鐵血裝甲時代正式在冷戰尾聲中拉開了大幕。M1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到底有多強？我們可以看看 M1 時裝之後的那場封神之戰。1991年海灣戰爭，沙漠軍刀行動開啟，多國部隊發起了徹底摧毀敵方陸軍主力的地面總攻。聯軍第7兵團作為絕對的主力突擊鐵拳，猛烈插入伊拉克南部腹地。他們的戰略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徹底殲滅伊軍後衛大本營，由蘇制戰車武裝起來的伊拉克共和衛隊精銳以及第12裝甲師。當時執行火力試探任務的是由麥克·馬斯特上尉率領的一連。這位年輕的上尉後來一路加官進爵，甚至在数十年後官至美國陸軍3星中將，並出任了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隨着長官一聲令下，一連的9輛 M1A1 以及12輛 M3 布雷德利步兵戰車瞬間將油門踩到底。這是一場近距離戰車鐵臉肉搏的慘烈混戰。然而，戰鬥一開始 ，M1 就呈現出了讓伊拉克人感到絕望的降維打擊。伊軍驚恐地發現，儘管他們佔據了掩體優勢，但 M1A1 坦克其搭載的由雷神公司研發的頂級組件熱像儀，在惡劣環境裡卻像長了一雙開掛的透視眼，在炮長和車長的瞄準鏡屏幕裡隱藏 T-72坦克，爭先恐後化作一具具綠色日元標靶。更讓伊拉克裝甲兵崩溃的是 M1A1 坦克那堪稱逆天的行进间精準射击能力。自當時，蘇制 T-72坦克想要確保命中率，必須在開火前短暫剎車停穩，進行人工測距和微調。而在每小時40公里高速顛簸和履帶狂飆狂跳的狀態下， M1A1 坦克卻穩得像一座山，牢牢將火炮指向鎖定的目標。其彈道計算機通過傳感器自動將風速、車身傾斜度、氣溫實時計算在內。美軍炮長只需要用手柄將十字準星套住那些綠色的熱源，然後無腦按下發射鍵， T-72坦克就被瞬間貫穿，敵人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在這場沙暴肉搏中，馬斯特上尉的一連在短短幾分鐘內就將伊軍第18旅的前沿防禦陣地連根拔起，8輛 T-72坦克和多輛 BMP 步兵戰車一眨眼就變成了燃燒的殘骸。反觀一連的 M1， 除了幾處被機槍子彈擦掉的漆面，沒有任何一輛戰車和士兵出現傷亡。但這還沒完，眼看敵人這麼不經打，馬斯特上尉一咬牙，指揮9輛 M1A1 向着擁有數十輛坦克防禦的敵軍大本營發起了孤狼般的衝鋒。然而戰鬥一打響，伊拉克共和衛隊才明白，原來我才是孤狼。第一輛倒霉的 T-72坦克完全不知道敵人在哪裡，就被一發贫鈾穿甲彈瞬間打爆，整個車體化為一個巨大的火球。
在隨後的20多分鐘裡，戰局幾乎一邊倒，一連的9輛 M1A1 坦克輕輕鬆鬆就擊毀了伊軍坦克、BMP 步兵戰車以及後勤車輛共40輛。當馬斯特上尉下令停止衝鋒，就地建立防禦據點時，一連依舊是0傷亡、0戰損。我估計此時的馬斯特上尉大概想點根雪茄，然後來一句以腳為臧。最終，在這場被稱為7日3東方之戰的系列遭遇戰中，美軍第2裝甲騎兵團以微乎其微的代價，總共擊毀了伊軍85輛主力坦克、40輛裝甲運兵車、30多輛輪型載具以及大量防空火炮。經此一役 ，M1 埃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徹底奠定了其在世界冷戰後裝甲領域無可爭議的霸主神話。M1 的強大震驚全世界，但戰爭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從來沒有絕對贏家。隨着冷戰的結束 ，M1 系列坦克在經歷了無數次 SEP 的系統升級後，它的身體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沉重。為了抵禦重型路邊炸彈、RPG-7反坦克火箭筒的側翼伏擊，美軍不斷在它的裙板、車體底部和炮塔堆砌組件，也就是所謂的 TUSK 系統。到了最新的 M1A2 SEP V3 型號正式列裝時，這款戰車的權重已經從最初的54噸一路瘋狂飆升到73.6噸，折合公制超過66.8噸，成了名副其實的肥宅。它沉重的身軀嚇尿了絕大多數標準的民用和軍用橋梁。戰略空運時，一架龐大的 C5 戰略運輸機一次只能勉強運載一輛。後勤保障車隊為了伺候它的燃氣輪機，還不得不組建漫長的補給線。到了2021年，時任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的大衛·伯格將軍，為了應對西太平洋地區可能爆發的作戰時，做出了一個決定：全面裁撤海軍陸戰隊序列裡素有歷史悠久的坦克營，將所有的 M1A2 坦克連同維護設備全部掃地出門，一張圖紙都不留。其實這也怪不得大衛·伯格將軍心狠手辣，因為曾經讓蘇制坦克絕望的喬巴姆复合裝甲，在現代非对稱打擊面前定位非常尷尬。之前坦克的防護設計邏輯始終遵循着正面最厚、側面次之、頂部和後部最薄的原則，而如今那些售價只有幾百美元的自殺式 FPV， 尾部隨便掛載一發最普通的 RPG-7型破甲彈頭，就能精準撞爛 M1A1 坦克炮塔頂部最脆弱的装甲護板。在沉悶的爆炸聲中，價值数百萬美元的 M1 坦克只能在泥濘中化為一堆堆焦黑的廢鐵。但美軍的可怕就在於他們一直在進化。為了徹底解開這個死結，美國國防部和諾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聯手玩出了一手現代工業進化。諾格公司官方在不久前宣布，他們已經成功斬獲了一項為期5年的長期量產核心合約，開始全面為美陸軍現役的主力戰車大規模裝配一款跨時代的彈藥 M1147 先進多用途120毫米戰車炮彈，簡稱的 AMP 彈藥。為什麼說這玩意兒跨時代？因為它憑一己之力就強行將過去美軍戰車在不同任務場景下必須攜帶的4款傳統專用彈藥的功能完美無縫地揉捏在了一起。在 M1147 AMP 全面列裝之前，一輛標準的 M1A2 坦克為了應付複雜的戰場威脅，後勤部門必須在彈藥架裡塞進4種炮彈，分別是負責對付輕型裝甲車和普通攻勢的 M830 破甲彈，負責對付直升機等低空目標的 M830A1 多用途破甲彈，專門在近距離大面積清掃步兵衝鋒的 M1028 流線彈，以及砸穿混凝土和清掃障礙物的 M908 障礙消滅彈。4款彈药的存在，不僅讓坦克的後勤供應鏈變得臃腫不堪，更極大地增加了車組在戰鬥中的決策成本。而 M1147 的誕生，直接宣布了這4款傳統彈藥的徹底退役。以後 M1 坦克的彈药架上，除了執行一擊必杀任務的唯一穩定穿甲彈，剩下的所有坑位只需全部塞滿萬能的 M1147 AMP。當裝填手將一發 M1147 炮彈推入炮膛的瞬間，炮栓上的電子觸點立馬與炮彈底火周圍的感應環自動建立高帶寬的數據連接。此時，車長通過主控計算机火控屏幕鎖定目標後，計算機會在1微秒內完成測距和戰術判定，通過这條數據鏈直接寫入到炮彈頭部的智能隱形芯片裡。當炮彈伴隨着火藥氣體的狂暴推力噴射出炮口後，這顆芯片將根據出膛瞬間被賦予的指令，在飛向目標的短短幾秒鐘航程裡完美的切換，並展現出3種發射模式。第一種是最傳統的觸發引爆模式，用來瞬間清除暴露在野外的敌方步兵和輕裝甲載具。第二種是延遲引爆模式，當 M1 級炮彈在切換到這種模式後，它的智能隱性在撞擊外牆的一瞬間會保持詭異的死寂。
隨後單頭憑借着120毫米火炮的動能，硬生生砸穿厚重的磚牆或混凝土防線，直到整個彈體完全鑽進房屋或者地堡，隱藏在芯片深處的延時電容就會在萬分之幾秒的精準延遲後轟然引爆。第三種則是它的高精度空炸模式。在如今戰場上，傳統的坦克兵最痛恨的敵人，往往不是那些敢於在平原上和自己對決的装甲車，而是那些將自己隱藏的敵人。面對這種完全沒有直視射擊角度的敵人，傳統的直射大炮基本上形同虛設。但現在 M147AMP 的空炸模式徹底改寫了遊戲的規則，車長只需要用热成像儀精準測出那道戰壕或者土地前沿的絕對空間距離，火控計算機會自動計算出炮彈飛臨該坐標頭頂上方所需的精準時間，然後彈藥全部傾瀉進戰壕和掩體死角內部。這種智能化、信息鏈與重型火炮彈藥的終極融合，給予了 M1一款不可多得的戰術保護傘。它開始轉向將自己升格為一個兼具高能直射威懾與大範圍點殺能力火力支點。通過 M147可編程智能多用途炮彈， M1系列坦克依舊能維持着它作為地表最強坦克的尊嚴。戰爭在進化，這架鋼鐵巨獸也一直在進化。從 MBT-70 項目的美德軍工大亂鬥，到1991年73東方之戰中23分鐘內零傷亡殲滅精銳共和衛隊旅級編制，再到如今在東歐泥濘的黑土地上擁抱 M1E3 與 M1147智能多用途彈藥。M1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用自己綿延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履帶印記，向全世界的軍事家和軍工制造者們清晰地證明了一個最質樸的生存真理，那就是在這個武器日新月異的時代，真正能夠統治陸地的從來不是靜態的鋼板，而是不斷的自我進化。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點讚、關注和支持。大家認為未來是否有能挑戰 M1A3 的主戰坦克出現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打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